Q 我。最近要表扬你啊，我们家里面的一项每天都必须的开支啊，经过你的一番骚操作，打引号的骚操作，突然之间就降低了80%以上的这个成本，对吗？那就是自己烘焙咖啡豆，roast coffee beans yourself。这个真的是而且我有很多的感想，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叫大马生活家嘛，也要面向生活，面向家。大马生活家是记录威廉姆一家在大马生活的实录，以第三视角给人异乡生活的勇气。作为中国人生活在大马，也让大马人看到一个新的大马。希望大家都更爱大马。OK， 那转回正题吧。你先跟我们讲讲看，是什么契机啊，让你突然之间搞出了自己炒咖啡豆的这样一个事儿？就是天外飞仙嘛，因为自己不停的在网上买咖啡豆。首先，我们俩咖啡的消耗量都是，我比较高，你其实一般。但对我来说是刚需，每天必须要喝2杯。每天都需要。你要1杯，可能你每天消耗半杯吧，大概是7克左右。那我每天可能要3杯，那也就是要40-50克了。这样我们1个月的消耗量是很高的嘛。最大的契机，上回就是你戳了我2下，你背刺我啊，说你看你啊，你要喝红酒，要咖啡，这样我们1个月600-700马币都需要。我一算，好像还真的挺难反驳你的。我可以不喝酒，因为并没有这么强的酒精的依赖，但是咖啡好像还是需要的。你看外面买一包稍好一点的，你一包可能300-400克，就半磅到1磅就要60-70马币嘞。是的。那我们这样1个月下来，真的光咖啡豆就是几百马币，这确实还是蛮厉害的。对，但是那也会有人说嘛，你现在自己在家炒咖啡豆了，在家自己煮咖啡，不就失去了去咖啡馆的乐趣吗？那你现在这个样子的话，你怎么考虑这种丧失的咖啡馆乐趣？我先要讲它的成本好吗？那虽然它比你在外面买1杯来讲的话，已经是1/2或者是1/3的价格了，或者说更便宜吧，4/5，但是呢，我突然发现，那我怎么节省成本呢？就跟伊隆马斯克学，因为马斯克说他如果想要去造电动车，不就是电池的成本比较高吗？所以他就想，那电池是什么做的？主要的原料就有一些铜啊什么东西，他就去看伦敦的铜的期货交易所，怎么去大批量的买铜，追根溯源了。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性原理吧。虽然我觉得这个故事讲的有点简单大家理解第一性原理也不一定准确。不过我就去想，我炒咖啡豆是不是也是可以大量的节省咖啡豆的成本的？虽然我没炒过，也阻止我一直去炒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个技术活，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我看到 Lazada 和 Shopee 上咖啡豆就是 raw bean 的价格，我实在忍不住要尝试一下。再有技术难度我都要尝试一下。非常高兴，没想到就吐槽了这一句的话，真的就让我们家实现了这个咖啡豆的自由。所以人生有时候真的需要反思嘛，需要我这样的错。对，你习以为常的有可能真的未必就一定认知是正确的，就未必说你不能去炒，未必说你不能去买咖啡豆来自己把这个钱给节省下来，也学会这个事情。不过我要说，就是说尽管你炒的咖啡豆确实是味道不错，我看你炒咖啡豆这个过程还是稍微有点心疼你，因为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呀。你真的老是心疼我，都大汗淋漓，真的是。你不要讲，我首先还是要发挥除了咖啡豆，你知道吗？我们刚讲了，什么叫节省80%呢？就是你自己买 raw bean， 买那些非常好的1公斤的话，也只要60马币。所以比那种半磅200多克60多马币的话，那就节省了80%了。一个是200克，一个是1000克嘛，好，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你自己炒的话呢，口味怎么样？你可以评价一下。我是觉得挺好喝的，我觉得不亚于我们去喝过的大部分的咖啡馆，甚至是应该是超过了起码我们去过的2/3的咖啡馆。对，就是它的口味也出乎你想象的好喝。而且我一开始以为可能我对你有滤镜的加持，毕竟你是我老公，对吗？但是前一阵子我们给我们朋友也是接受我们这个采访的那个嘉宾的 Black and White TV， 对，给他们装了一小罐，结果那个 Jackie 就是当里面的这个马来西亚女孩，她喝完之后给我发WhatsApp 说
挺好喝的嘞。对呀所以我发现，哎，不是我一个人的滤镜，而是这个好喝是王道。有可能我们马上就要让咖啡的第4波诞生了，就大家都是在家去炒DIY 了，而不是由店里炒了给你喝啊。那么我想讲就是你自己做的会更加好喝，自己做的呢也很新鲜，就你想要什么时候做就可以什么时候做。自己做的呢，你还可以降低保存的难度，因为反正就我炒的就1盅喝完嘛，就我也不用去搞什么密封的罐啦，还有那种什么双下阀的那种气袋啊，全部都节省了。自己炒还很灵活，有些人爱喝意式的，你就炒到2爆出油发亮为止。如果你要喝浅焙的就浅焙的，就是它的灵活度啊也是非常高的。啊，那我要问你一下了，那如果大家也入了这个坑的话，是不是要投资一些在家炒咖啡豆的一些设备啊？这个设备贵不贵啊？这个就是一些迷思了，但我这回是忍住了自己的这个迷思嘛。对啊，因为大家平时传统的咖啡机一台就是几万马币的这种。对，就是千万不要掉入这些坑中，因为我也看了一些视频，其中一个台湾人他讲的特别好，他说你去想啊，就像妈妈做的菜，每次口味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随心所欲的那咖啡的乐趣也在于此，变量多。它呢，在于我之前有过另外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自己去洗胶卷。也是一样的，就每次可能洗出来的参数会差一点，但是味道各不相同嘛。我反而欣赏这种手工的自制的，再有呢，我炒的时候我还会幻想，大家都说大马人他们老一代喝南洋咖啡，父亲一辈在那边炒出那种高的coffee啊，那种感觉也是很累的，对吧？对，就是回到正题，对的，我就刚刚那个问题，你到底投资了哪些设备啊？贵不贵？对，我其实呢完全是忍住了，而我觉得做绝大部分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投资很好的设备的。我就因为想明白了，这个每次不一样也无所谓，咖啡嘛，你就是把它给炒熟就好。结果就拿你的那个锅，你的那个铸铁锅就直接拿来炒。我所有的锅你都试了，试下来最好用的是哪款铸铁锅？这还是家里有的那一款。OK， 你试过了生汤锅，试过了我的2款不锈钢的还有小奶锅，对吗？还有我还买了那种就是中式的炒锅的，比较小的那种，对，铸铁炒锅。你试下来最好的竟然是平底的西方的这个锅子。对的，还是这个锅，所以没有相当于现在使用的设备啊是没有这回新投资过来的，它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当然了，我买了温度计，花了大概20马币买了一个温度计，这是可能是唯一的投资了。2手？新的，okay，就这么一点就好。那我还想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做这个东西，你不是说心疼我吗？会流汗啊，真的满头大汗，然后家里面烟熏火燎，你就在那个厨房间里，我真的是觉得是高温，然后又有这种很重的焦香气味，有毒有害，我感觉。要不是我担心你觉得我不尊重你，我就把门给锁起来，一个人在里面安心的做了。怎么说？这个太享受了，入定了你都。对，下回我要放上交响音乐。就跟冲胶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它完全是可以让你心流入定的，你一个人享受这段静静的时光，因为你也知道它炒不会太快，但也不会太慢，通常就10几20分钟，就前后就可以把它炒好了。所以这段时间你做出自己亲手制作的咖啡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就你把它当成一个兴趣爱好的话，会非常有成就感。我还是要忍不住探究一下。你是第一次做了这个炒咖啡的事儿，你就发现自己喜欢做这个事儿，还是说是我们的这种思维叫说，你要是不爱它的话，你就去爱吧，然后是强迫自己，或者说是引导自己慢慢去爱上这个事儿。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就有大量的想法，然后我也发现首先你第一次做出来就惊为天人，很好喝的嘞，味道激励了你。对啊，而且很有乐趣的嘞，听了它那种青草味变成咖啡的香味，有一点点烟然后这个口味那么不错，虽然满地狼藉啊，第一次我就是犯了各种错误，我晃得太厉害，把咖啡都全部洒到外面，然后那个银皮又到处飞，但是呢，没有受挫的感觉。对，因为他第一次就成功就是做出了很好喝的。后来我一想这个世界上其实只要你愿意很多事情你自己徒手去做，未必会比专业的差。通常我们会觉得有可能会省钱，但是你自己从头开始去做，你会比那些专业的做了很久的要差很多嘛。其实更有可能会好很多。比方说你自己做菜，你很有可能会比外面的好吃。对，自己冲的胶卷
也会比外面机器的或者比数码的拍出来感觉要好。这个咖啡豆也是一样的嘞。我很高兴哦，你在这个炒咖啡豆的过程当中，你得到的这个感悟是我做菜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想现在你应该理解了我为什么不太喜欢去餐馆吃东西，就像你现在可能理解了为什么咖啡豆自己炒得好。对，而且你要了解一个人，就走入他以前的生活，走到他的小学、他的家庭去看看。你要真正了解一个咖啡，原先我一直说，什么柑橘、苹果啦，坚果、山芋的味道啊，闻不出来，都是别人说了，你在想象，然后敷衍一下说 OK yeah。但你自己炒制的过程中，你才会对这个气味的变化有一种强烈的感知啊。虽然回答的不一定准确，但是你至少很强烈的区别的了解什么风味是什么风味，你也更加珍惜说，它就是农业从天上的天地精华变出来的这么一颗一颗小小的果实，给人类食用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啊，而且就是说你自己炒咖啡豆，就实现了说回归家里，在家享受咖啡的一个本质了，对不对？对，本身以前去咖啡馆的话，老实讲说你还要换衣服啊，然后准备好一切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咖啡馆再舒服也不如家里舒服。对啊，那个你想一杯别人给你15克，你可能要花20马币，对吧？现在20马币你就可以买到300克了，那个是1比20啊。咖啡也是非常非常暴利的。那且不说钱，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感悟，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啊，先不要放弃。比如说我不说第一次炒的过程，那个感觉烟也很大，手都酸得发抖。对然后咖啡一不小心这个烤制的时候一甩，掉了很多豆子，然后满地狼藉，测温也来不及，就犯了好多错误。第2次就好一点。第3次就好一点，我现在大概烘烤了10次左右。昨天我就用原先一样的锅，但是只有几粒能够撒出来，也没有任何银皮会飞出来，也没有再撒掉什么，所以我就发现什么事情对我未来的鼓励就是你先做上10遍再说，他的事情一定会慢慢变好的。对，不要想太多，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把它精进，对吗？对的，因为你本来就很容易放弃，说这很难，赶快换设备。赶快就说放弃，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所以不要太有这样的思想负担，放轻松，先体味早期的成功，再去做。其实神人他会比我们更厉害，像 Elon Musk 他通常说他要干100遍还是不行，他才会放弃。挺好的，挺好的。我感觉你再往下去深究的话，可能要在阳台里面种咖啡豆了那我不会，那就好。这离我太远。挺好的，挺好的。那我们就从很开心啊，一下子又省了80%。对呀，就这样好吧。好。